西藏高原上一个被称为最邪门的地方，传说那里进去就别想出来，用科学根本无法解释。一提到西藏，很多人都会想起一句俗话：男不入川，女不入藏。西藏自古以来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而诡异的面纱。而在西藏与新疆、青海交界的藏北高原腹地，有一片方圆近60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更是被众多探险者视为生命禁区。这里地势极高，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可谓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在这片辽阔荒原上，气候极端恶劣，空气中氧气稀薄至令人窒息，冬季气温可降至-40多度，狂风暴雪说来就来。广袤的冻土和戈壁中既缺少水源也缺乏食物，这样一块人类难以存活的第3级禁地，却偏偏因为太多诡异传闻和离奇事件，成为了中国最神秘恐怖的区域之一。羌塘无人区，这片藏北荒原的名字听起来就透着苍凉与冷峻，许多人对它充满了畏惧又好奇。有人说这里就像陆地上的百慕大三角，无论多么经验丰富的探险者，一旦孤身深入此地，都可能有去无回。事实上，近些年来确实发生了多起震惊国人的失踪事件。一位来自香港的探险家在2004年只身进入羌塘后便神秘失踪，搜寻队翻遍了无人区也一无所获，仿佛人间蒸发一般。2014年，独孤骑士李聪明骑着自行车挑战横穿羌塘，结果在茫茫荒野中失联。整整1年半后，搜救人员才在可可西里腹地的湖畔意外发现了李聪明遗留下的自行车和装备，可他的身影早已不见，连一具尸骨也未能找到。后来有人推测，他可能是在骑行时不慎踏破结冰的湖面坠入冰窟，或是遭遇了野生猛兽的袭击，可这一切都无法得到证实，只留下一个未解之谜。2017年，又有徒步探险者刘银川违规闯入羌塘无人区，从此音信全无。至今他的家人都在苦苦等待，但广袤的高原再没能把他带回来。短短几年内，接连发生多起探险者有去无回的事件，更为这片无人区平添了几分恐怖色彩。如今在户外探险圈提起羌塘，人人都要慎之又慎，因为传说在那里进去就别想出来，绝不是吓唬人的玩笑。如此诡异凶险的土地，到底隐藏着什么可怕的秘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头扎进这片死亡荒原，再也没能走出来？在当地流传着各种各样离奇的传说。有牧民说，在羌塘腹地有一座没人居住的鬼屋，白天看似荒废安静，一到夜晚就阴森恐怖。曾经有胆大的人试图闯进去一探究竟，结果无一生还。据说鬼屋里弥漫着让人发疯的气息，仿佛有冤魂盘踞其中，擅闯者不是迷路冻死，就是离奇暴毙。这个羌塘鬼屋的传闻越传越邪，引得周围的人谈之色变。还有人坚信，在那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深处，潜伏着一种巨大的未知怪兽，它体长数米，以血肉为食，凶猛异常。在这高原上几乎没有天敌，据说不少失踪者就是被这种怪兽吞噬了，但这种传闻听起来近乎神话，至今无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在雪山与冰原之间，也有人声称见到过类似雪人的神秘生物出没，高大的黑影一闪而过，又凭空消失，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高原反应眼花了。种种离奇传说在民间流传，使得羌塘更像是一片被诅咒的禁地，仿佛有超自然的力量在阻止人类进入。除了鬼怪传说，大自然本身在这里展现出的异象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在羌塘以北接壤的昆仑山脉深处，有一个恶名远扬的地狱之门山谷。很多探险笔记都提到，那里晴天白日都笼罩着诡异的静谧，地面上散落着大量野牦牛和藏羚羊的白骨。当地牧民管这地方叫死亡谷，据说就算猎物逃进去了，牧人宁愿放弃也绝不追入谷中，因为进去的动物几乎都没能活着出来。雷雨天气时，死亡谷更是电闪雷鸣不断，仿佛有某种看不见的死亡之力在肆虐。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山谷被传得神乎其神，似乎只有妖魔才能制造出如此恐怖的场景。可是近年来，科学家对死亡谷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却揭开了这谜团背后的真相。原来山谷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磁铁矿，导致该区域存在异常强大的地磁场。
每当乌云积聚、电闪雷鸣之际，这里就成了天然的雷电集中营。奔跑经过的动物一旦身上携带金属物或体表湿润，极易引来雷击，瞬间倒毙谷中。久而久之，野兽的尸骸越积越多，白骨遍地的景象看起来骇人听闻，却并非什么恶鬼索命，而是大自然残酷的电磁效应在作祟。这一发现让地狱之门的神秘面纱有所褪去，也提醒世人，有时候所谓邪门的超自然现象，其实背后自有科学道理，只是我们尚未了解而已。不过，即使撇开灵异传闻和个别奇观不谈，羌塘无人区依然拥有足以致命的诸多危险，足以解释为什么擅入者九死一生。首先，这里的自然环境极端严酷，高寒缺氧会让人体陷入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困难，稍有不慎就可能肺水肿致命。在茫茫雪原和戈壁中，白天紫外线强烈灼烧肌肤，夜晚气温骤降至冰点以下，一天之内经历冰火两重天的考验。无人区内地形复杂多变，既有绵延的沙丘和碎石滩，也有隐藏在积雪下的沼泽和暗流，一脚踩空，整个人就可能陷入没顶的泥潭或冰河。很多时候，前方看似平坦，其实可能是结了薄冰的盐湖表面，一旦车辆或行人压上去，冰层破裂便是万丈深渊。对于迷失在羌塘的人来说，方向感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没有参照物，再加上部分区域的磁场异常，甚至会导致指南针和 GPS 失灵，人在这里很容易失去方向感，兜转之间就可能偏离路线数十公里而不自知。当你发现不对劲，想要折返时，身后留下的车辙和足迹可能已经被风沙抹平，仿佛大地刻意隐藏了来路，让人进退维谷。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通信设备往往没有信号，一旦出事根本无法求救，只能孤立无援地面对死亡考验。更何况，羌塘无人区并非荒芜到没有生命，相反，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这也意味着闯入者将直面高原猛兽的威胁。高原狼成群活动，个头虽比平原狼小一些，但耐力惊人，会一路尾随盯上疲惫孤单的落队者。藏棕熊则是这里绝对的霸主之一，它们力大无穷且性情难测，曾有帐篷连人带食物一起被恶熊撕开的事件发生。在发情和护犊季节，连体型巨大的野牦牛、公牛都可能主动攻击接近的人类，一旦被它用尖角顶上，那力量足以致命。这些野生动物平时见不到多少人类，对闯入者既不畏惧又充满戒心。如果探险者没有足够经验，在野外和猛兽狭路相逢，很可能成为高原的猎物。可以说，在羌塘最让人生畏的恶鬼，其实正是大自然本身。狂风、酷寒、沼泽、闪电、野兽，每一样都在此磨刀霍霍，稍有闪失就会夺人性命。这些实实在在的威胁，往往比传说中的鬼魅更加冷酷无情。然而，羌塘无人区被称作邪门，除了自然风险与神秘传闻，还有一段血淋淋的人类贪婪与牺牲的历史。真正让这片高原荒野染上邪恶色彩的，不是妖魔鬼怪，而是曾经在这里上演的人性的善恶较量。时间回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羌塘和相邻的可可西里地区突然成了盗猎者的乐园。一种名叫藏羚羊的高原精灵生活在这里，它们拥有珍贵的绒毛，可以织成一种叫做沙图神的披肩。这种披肩轻如烟雾，却温暖无比，被誉为软黄金，在国际黑市上价值连城。贪婪驱使下，大批偷猎者端着步枪闯入无人区，开始对藏羚羊大开杀戒。当年的羌塘可以说是真正的无法之地，盗猎分子驾着改装越野车，荷枪实弹追逐成群的藏羚羊，开枪射杀毫无防备的动物。短短几年间，藏羚羊种群数量从20-30万急剧锐减到不足7万只，大地被鲜血染红，遍地都是被剥了皮的尸体和孤零零的幼崽。枪声几乎赶走了无人区往日的宁静，这里成了一个见不到法律与仁慈的野生动物屠宰场。真正邪门恐怖的，不是传说中的鬼屋，而是人心的黑暗与欲望，在这片无人之境肆虐。当时有记者和科考队路经可可西里腹地，远远望见成堆的羚羊尸骸和狼群在撕咬残肉的场景，
无不感到震惊和愤怒。这片高原荒野正在被贪婪吞噬殆尽，所幸黑暗中也诞生了一道正义的光。一位藏族汉子毅然站了出来，决定誓死捍卫这片净土。他的名字叫杰桑索南达杰，当时是青海智多县的县委副书记，也是一位有强烈责任感的环保先驱。索南达杰早年并非专职做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但目睹盗猎猖獗，藏羚羊惨遭屠杀，他再也坐不住了。这位40岁的汉子组建了一个临时工作队，召集当地的干部群众，驾驶简陋的卡车奔赴可可西里无人区巡逻。他的队伍只有区10几个人，却承担起与全副武装的盗猎分子周旋的危险任务。1994年初，索南达杰带领工作组冒着风雪深入可可西里腹地考察，接连发现并追踪了2个盗猎团伙的行踪。他们在条件艰苦、通讯不畅的情况下与盗猎者周旋，先后成功抓获了多名盗猎分子。这本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胜利，然而不幸却在归途中降临了。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一行押解着刚抓获的盗猎嫌疑人，准备返回县城接受处理。当车辆行至太阳湖附近的荒原时，几名负隅顽抗的歹徒趁人不备突然发动袭击，孤立无援的巡山队陷入了激烈的枪战。索南达杰不幸中弹牺牲，年仅40岁。英雄的鲜血洒在了冰冷的高原，荒野也唤醒了更多人保卫自然的决心。由于事发地点环境极端恶劣，又远离有人区，搜救队费尽周折，直到1周后才找到索南达杰的遗体。有人回忆，当人们发现他时，这位刚强的藏族汉子仍维持着半跪在地，给枪支换子弹的姿势，双目圆睁，目光中透着对罪恶的不屈与愤怒。他几乎是战斗到了最后一息，用生命践行了自己保护藏羚羊的誓言。噩耗传来，举国震动，小小的智多县城自发地为索南达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2月初的草原寒风凛冽，但却有上千人赶来为英雄送行。这个人口只有2000多的小县城，来了近一半的乡亲父老，许多不相识的藏族僧人点起酥油灯，围绕在他的灵柩旁诵经祈福。人们掉着眼泪送别这位无私无畏的环保斗士。尽管索南达杰是一名无神论的共产党员，但在藏族同胞眼中，他的行为充满了慈悲与功德，值得用最高的礼节来纪念。就在追悼会后的第2天，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他英勇献身的事迹，全国上下第一次关注到了可可西里的盗猎惨状。索南达杰的牺牲没有白费，他用鲜血换来了更多人的觉醒和行动。他的妹夫扎巴多杰毅然接过了旗帜，组织起一支民间反盗猎队伍，名字叫做野牦牛队。这个名字取自高原上独行勇猛的野牦牛，寓意他们要像牦牛一样顽强地捍卫藏羚羊。野牦牛队的队员大多是普通牧民和志愿者，他们开着简陋的越野车，日夜在无人区里穿行巡逻。他们没有固定工资，装备也十分简陋，但凭着一腔热血，和盗猎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1994年到1999年的5年间，野牦牛队在扎巴多杰的带领下深入羌塘和可可西里腹地，行程数万公里，成功侦破和阻止了近100起盗猎案件。一些穷凶极恶的盗猎团伙被连根拔起，偷猎活动大幅减少。野牦牛队的传奇事迹还被改编成电影《可可西里》，感动了无数观众。终于，正义的坚持换来了可喜的结果。到20世纪末，盘踞无人区的盗猎分子基本销声匿迹，曾经震耳欲聋的枪声渐渐在高原上消失了。此后，政府也加大了对西部无人区的保护力度。1997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也于更早的1993年设立，并不断升级管理措施。2015年开始，相关部门明令禁止游客和探险者私自进入羌塘等无人区。一方面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不受干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探险悲剧。这片死亡禁区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机会。随着盗猎的遏制和保护的加强，高原精灵藏羚羊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上世纪末曾一度跌至不足7万只的藏羚羊种群，在近几十年的努力下逐步恢复，目前估计数量已超过30万只。在广袤的羌塘草原和可可西里湖畔，
又能见到浩浩荡荡的藏羚羊迁徙和产羔的壮观景象。那些曾经几近枯泣的山川河流重新恢复了勃勃生机。这一切离不开无数默默奉献的守护者，更离不开索南达杰等烈士以命相搏换来的契机。为了表彰这一保护成果，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藏羚羊形象的吉祥物莹莹闪亮登场，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只来自高原的可爱动物，也了解了它背后的保护故事。2017年，可可西里被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自然财富。在可可西里腹地的太阳湖畔，当年索南达杰现身的地方，如今矗立起一座纪念碑，烈士的骨灰就洒在这片他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与高原的山水融为一体。人们常说，索南达杰没有离开，他化作忠魂，永远守护在可可西里的山水之间。而在他之后，一代代索南达杰式的守护者还在前赴后继。索南达杰的儿子索南仁清，扎巴多杰的儿子丘培扎西都继承了父辈遗志，继续奔波在无人区巡山的路上。从父辈的卡车到如今的摩托车、卫星电话，装备在变，可不变的是他们内心对这片土地的爱和责任。这些新生代的守护者被人亲切地称为高原的护魂者。可以说，在羌塘和可可西里的每一阵风中，都传递着英烈们的精神。每一只自由奔跑的藏羚羊背后，都有无数忠魂在默默守望。到了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一看所谓西藏最邪门的地方。当初那些耸人听闻的传说，说进去就出不来，用科学根本无法解释，听起来仿佛这片土地上藏着吃人的妖魔。然而，深入探究背后，我们发现更多的是真实的人与事。科学也许一时无法解释一些奇观，但能解释高原上的生存法则。毫不留情的大自然和错综复杂的人性，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在羌塘无人区，迷路失踪的探险者大多是低估了环境的严酷，或高估了自身的能力。他们的悲剧并非鬼怪作祟，而更可能是迷失方向、耗尽补给，或是遭遇了难以抗衡的自然灾害。但另一方面，那些曾在这里犯下滔天罪行的盗猎者，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和正义的制裁。他们中有人被抓获绳之以法，有人困死在荒野，甚至命丧他手。这或许就是这片土地的另一个邪门之处。它看似蛮荒无情，却在用自己的方式惩恶扬善，护佑生灵。而承担这一使命的，正是一群舍生忘死、长眠高原的忠魂烈士。如今的羌塘和可可西里，表面上依旧人烟稀少，气势雄浑而冷峻，但早已不再是无法无天的无法区。取而代之的是秩序与希望，野生动物种群在增长，生态保护力度在加强，人类的科考脚步也更加谨慎而敬畏。在那些被称为邪门的角落，神秘依然存在，只是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它们。或许未来，科学会继续为更多未解之谜给出答案，比如揭示高原雷击的成因，追踪神秘动物的足迹。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应忘记，那些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奇迹背后，有时候站着的是一个个人。正因为有索南达杰们的付出，我们才能安心地说出那些传奇故事，而不用真的担心再有人为贪婪枉死荒原。正因为有忠魂守护高原，这片险恶的土地才重新恢复了宁静与圣洁。对于普通人来说，羌塘无人区依然不是可以随意涉足的地方。哪怕如今没有盗猎者横行，自然的威严仍不可冒犯。如果贸然闯入，等待我们的很可能依旧是迷路、失温、缺氧、野兽这些冰冷的危险。进去了就别想出来。这句劝诫其实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善意警告，敬畏之心不可无，盲目冒险要不得。然而，只要我们带着尊重与谦卑去认识它、保护它，这片曾被称为最邪门的高原秘境，其实也会展现出最迷人的风光和故事。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在无人区的冰原上，你会发现鬼魅消散，止于雪山巍峨。当傍晚的最后一抹余晖映红湖水，你会感到英灵不朽，守护着万物安宁。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西藏羌塘这片进去了就别想出来的邪门之地，我们既看到了它恐怖诡谲的一面，也了解了守护在背后的忠魂真情。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让我们对大自然常怀敬畏之心，也向那些默默守护高原的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